日本高端烧鸟的起点，烧鸟仙人师傅的店。我今天来日本第一的炸猪排看看水平到底咋样。感觉还好。他们说之前吃过最顶的烤肉店，我觉得它可能已经到顶了，因为它也是接地气的路边小店。看着大火猛炒的，听到声音了没？大家能看出来真正好的日式咖喱和普通的是啥区别吗？就这家店是我吃过全日本性价比最高的烧肉店，50块到70人民币一盘，一般就50多一盘，性价比太高了，而且是全嫩粉色的和牛。孤独的美食家第6季第2季，五郎早上9点钟吃的店，我今天完全复刻了一下，你们也可以来尝一尝，味道相当可以，比看着好吃多了。先来逛个他们。这鸡肝水平还可以。金枪鱼大。我今天来吃满吉师傅的店。虾肉馄饨面。有高手知道为什么日本的猪排的猪肉会咬着转个弯的样子。水平有点下降，还是食材有点下降？熄灯，看看会不会失败今天。来晚了就要排队了。金鲫鱼，这性价比太高，才100块，这些才100，上海要800一条，但不知道这质量咋样。普通人可能吃不出来，但鱼肉很肥，肉质很细嫩，这个价位绝对值。这个是啥虾的？不错，好吃，在这个酸酸的炸的，尝尝蛋糕。哎，这个好像就是香鱼，这不知道是个啥，像烤鸡。哎，突然看到个的 GPT 的介绍啊，把法餐融入烧鸟，有空可以看看这个视频。日本高端烧鸟是以它为起点，他发明的。烧鸟仙人。全日本排第2的店啊，他以前是第1的，现在变成第2了。他就是猪骨善人的传人，烧鸟仙人。像这种就是真正的大师，跟我们国内拍视频的那些不太一样。他是至少他的店是成功的，他带出来的弟子也是全日本第2，以前是日本第1。这样就是真正的大师，有成绩，经受得住市场的检验，不是说拍2个视频当国家公务员的那种。反正我判断大师的标准永远都是他开的店好不好吃，头衔那些都吹牛的。水挺清澈的啊，这里。逛下旁边的威斯威姆。我反正买过一件威斯威姆的牛仔，落色真的好看。你要相信网上那些人的评论，那就真的是买2条裤子，买1条裤子1件衣服。有人在排队了，再来验证一次吧。已经有人在排队了。或者今天换这个烤，看看会不会跟以前一样。我感觉这个人气可能高一点，以前反正好像都是吃这个人。今天第1天就上鸡肝吧，看到底怎么样。今天鸡肝嫩，是脆的，但是鸡肝不像冰淇淋，对，没有骚味。今天嫩，今天比那天好。今天鸡肝还不错，但是不够冰淇淋。今天这烤的水平好一点。他家鸡腿烤的还是挺好的，吃水饼，鸡腿很嫩，还不错的。他家烟火气炭火香味比较足，比那个鸟酱的好吃。吃这种店就不会有那种预约难度的优越感，让你洗脑觉得特别好吃的想法。它这边炭火还包着上面，它这炭火上面也包着，所以它的这个更有炭火味。
他们家不玩网络预约，就开门排队的吃法。像这样黄牛就没办法抢位子炒作。这个人我觉得他对菜的把控比较好。太容易吃到的话，让很多吃不明白的人就不会觉得那么特别。很多店都是因为太难吃到了，然后别人又吃不到，所以他们可以吹上天。鸡胸肉跟鸟酱也有这个，尝一尝，鸟酱也有这个，看看他做的好还是鸟酱做的好。没鸟酱的嫩，没鸟酱的薄，但比普通的鸡胸肉还是要嫩一点的，也挺香的，有点芝士。哇，我看他们用手去摩擦那么久。先说会的，先吃饭。我比较喜欢他们那种接地气的炭火味，比那种高端烧鸟店味道要更有烟火气。旁边有老顾客过生日，饭上的鸡肉蛮好吃的，我让他不要放酱油，弄淡点就不咸了，因为他本来会放点酱油，会有点咸。喝汤好喝，汤很鲜美。这个对炭火特别讲究。它这个炭火很难搞。太讲究了，这炭。它这个炭有点不太稳定，但是他们很懂这个，偶尔会有点烤。哇，这拿手去摸炭，鸡心有点烤干掉了，好像。今天鸡心是不是烤大了？火他在那里弄炭，尝一尝。今天鸡心好，没腥味，比上次好，这次火候对了。而且很嫩。今天鸡心不错，今天鸡胗也不错，看品相，红红的，看见没有？哇，今天鸡胗好吃啊，一咬爆汁，品相都跟上次不一样，红红的这次。今天它又回到顶级水准了。鸡胗超脆超爆汁，比鸟酱的好。鸡肉丸，他家的丸子好吃。一咬就爆汁，好吃。食道，食道是不是就鸡肠子？一点腥味都没有，脆脆的，挺好吃的。这食道蛮好吃的，脆脆的，还有点油香味。刚刚那食道挺好吃的，再来个鸡胗。看一下今天鸡胗可以，下面那个没烤老，嫩的很。今天顶级。就这个瘦的师傅的水平高一点，玉米也蛮好吃的，甜甜的一个鸡皮就好，就是正面是脆的，正面是嫩的，这就是好的鸡皮。他们家鸭子也好吃，你们可以尝一尝，一点腥骚味都没有，嫩嫩的。就是有纤维肉的感觉，但就是嫩的，纯瘦肉，而且还有点香味，特殊的香味。鸭子也挺好吃，支持，鸡皮脆，特别嫩。他们家红薯超甜超香，你们可以来试试。他家最大好处就是有烟火味，很甜很糯，比金融记的那个红薯好吃多了。偶尔也会吃什么，因为他们这火炭包的太密了。它这个就水多了，不像那个鸟酱的干巴巴的。今天水下个视频上一次的香菇水多好吃，但也没福冈的那个好吃。今天要便宜一点。就总结一下，今天味道可以，基本上没有失误，没有任何失误，就各种内脏烤的都不错，你们可以来吃。
还是维持原来评分。我妈，你说一下建议，你觉得咋样？还是非常的干净，也很清爽，吃完了以后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油腻感，也不像一般的烧烤食物那样的话，吃完了。你觉得跟之前鸟酱比呢？那肯定是很好啊，比那个要好得多。那鸟酱有啥问题？鸟酱那个吃起来没有那么清爽，而且吃完了以后，我觉得哪个地方不对头的感觉。还是永旺799的大玉山梨县产的稳，特别水多软，你们可以来吃。8月份啊，8月初。日本的西瓜贵也不贵吧？这价格是啥？20块一份嘛。逛了会儿商店街，现在去吃炸猪排。这西瓜看着不错呀，20块一片。我感觉他们这些水果也不是很贵，大众消费，看着品质超好。这个西瓜更漂亮呀！终于到了，应该就在这里面吧？是在这里吗？奇怪了，找不到呀，应该是这个吧？这个找到了，这里完全预约制。东京的桃子太惊艳了，我最近天天吃了很多家，都真的太牛了。老板不给拍摄炸的样子，但是我看了一下油那些还挺干净的。今天没有 Tokyo X， 有3种调料，不过我一般不太在乎。它这个应该是配合的这种每种不同的用不同的吃法。我今天就不详细介绍菜单了，反正总共吃了16000日元。味道还行，好像就是番茄酱做的泡菜，都不是新鲜番茄，有点像西餐的味道，番茄味的，黄花。开始没觉得，其实你待久了，如果你的味觉灵敏的话，店里是有一股不太好闻的猪味。说实话，感觉有股猪骚味啊，在店里面。等会实际吃吃看咋样。毛豆是酸甜的是吧？毛豆还行吧。萝卜挺清爽的，萝卜味挺重的，也是甜的。这个不是紫菜，梅干菜。梅干菜。也不是。有点怪怪的。挺好的味道。就这个小菜是偏甜的，一点都不咸。但又吃了2口毛豆，感觉有点太甜了。有点汤，这不是味噌汤，萝卜汤吧？尝一尝，汤还不错，是味噌汤，萝卜味的，汤味道挺浓郁的，不错。如果是平时的话，我肯定会把名字复制上来的，但这次我不想，后面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尝尝这个肉咋样？颜色不一样。对，品类不一样，等会儿你可以吃一块。肥肉，这上头有肥肉，这个。没事，你尝一尝。汁水挺多的，中间有点老，而且有点猪骚味，一般吧。再吃一会儿，就这个比大白那个差远了，真的。其实你们看肉的纹理也能看出来肉老，而且有猪骚味。卖这个价格完全是在抢钱。我感觉还好，我妈觉得有点硬。尝尝这个肉，反正4个肉不太一样。他家猪排我觉得一般，刚才那块肉有点柴，这块不柴，有一点点猪骚味。这块反正有一点。说真的，就这个还没有福冈我吃那2000块的猪排饭好吃。你觉得味道咋样，妈？我觉得很一般，没什么味儿，也不是特别好吃，香味儿也没有。我妈吃不进去，给我吃。说真的，它这个汤挺好喝的，
比大阪的大好多了。尝尝这沙拉。我靠，这家日本第一的比日本第二的差的有点远啊！他怎么当日本第一的？这个沙拉挺好吃的，看着一般，跟那西餐厅也差不多，汁水蛮足，而且料汁调的挺好，一点酸甜味。对。はい。で、正解します。スイートチリソースどうぞ。はい、シャトーブリアンテンダーロインです。这个好像夏布里昂是吧？尝一下这个，这好像夏布里昂的。这汁水那么多。你们看一下肉咬开这个纹理，看着就酸嫩，但是一般，不是很好吃，有点猪骚味，没香味。肉都拉丝了，怎么会好吃？这就是日本第一的技术，这很贴面。看看大阪那个，比这它的，大阪的不比这好吃多了。这个嫩是嫩，猪骚味太重，不好吃。只能说不想尴尬，还是别浪费了。哇，这个猪排我吃真头大，看着倒是挺嫩的，这你看，腥味有点重。是块鳗鱼，新鳗，海鳗不是河鳗，看一下，鳗鱼腥味有点明显，一般般吧，有点腥。鳗鱼看着食材挺好，但有点腥味吧。这个酱不是自制的，就是买的超市里的。尝这个虾，虾还不错吧？虾还可以是吧？就是没什么盐味。最后一块鳗鱼，他家我觉得还没那家好吃，还没福冈的那家平价的那家好吃。那家又便宜又比这好吃，这还有点贵好像。我妈吃的这些，就我妈其实吃的很少，基本都是我吃的。我妈吃这些她太难受。它猪肉可能也就吃了1-2块吧。客观说，它面皮的质感还可以，就是有点厚。反正真的，他们家水平就属于腥味异味都处理不好的那种，水平不咋样，真的。所以我在东京也不太吃炸猪排，很容易踩雷，而且还贵。一会儿出去点评吧。哇，我看我左边的老外2个1.8米的大汉，吃都觉得腻的吃不下去了。我感觉除了我没浪费，其他人好像都浪费，左右都浪费，看着都已经吃的有点无语了。吃甜点。我看我右边香港的把猪排打包了，然后我出去逛了一天，遇到他们没看到他们提着猪排，说不定是出去扔了。我感觉我的观众让我看这家店是不是验证我说不说实话？很多人觉得这种店好吃。是不是吃别人预约不到自己能吃上的优越感，还是吃排名高分数高？我是没搞懂。这顿饭吃了16800多人民币，傻了吧？还有老外完全吃不完，看他们都板了个脸。这甜点不行，太腻了。出来门口吃2个桃子吧。哇，刚才买的这桃子太夸张了吧，嫩的皮都不好剥，超级水，50块钱2个。吃完了，来总结一下，味道不行，店里面一大股猪骚味儿，猪肉品质不好，火候马马虎虎吧。说实话，还没那福冈2000日元一大套的那样好吃，超级贵，超级贵，比大阪那个差远了，直接不是一个世界的。这家店你随便在日本随便进一家猪排店大食堂，就可能都比这个好吃，太坑了！这里。我非要来吃猪排的话，可以看看旁边阿佐谷这个菜场，很多店，桃子特别好，性价比高。终于到烤肉了，差点吃到了。东京第3高分的烧肉，说它那个薄的那个牛肉特别好吃，尝一尝，看看这个那么高的分会不会踩雷？是不是没名字的这里啊？好像就这儿了。就这了。おすすめですね。ランプ、パイの実。价格在这儿。现处理，名厨，挺好的。吃点普通的肉就行了。我刚开始怕踩坑，后悔了，应该点牛排了。尝一个，看有啥区别没？
太冰了吧？不是很香，味道还行吧。这东西味道还挺好的，就味道不是很重，蔬菜品质还不错。它的肉都是当着顾客的面现做现腌制的，像这样就比较新鲜。哎，没错。我点了一个牛舌，我妈不吃，她不吃牛舌，我也是这样的，我不是看。一片牛舌1000日元，尝一尝吧。但是品相来说的话，60分吧，粉倒是挺粉的，但不够厚。它这个铁盘质感还行，不是很粘吧。我还喜欢细网烤的。牛舌帮我1分为2，他以为我是2个人分着吃，但其实我妈不吃。不过也可以尝一尝，我看一下，好吃给我妈吃一个，不蘸这个吃，但我不想蘸。这火候可以吧？哇，牛舌太顶了，不是牛舌超顶，确实好吃。极致梅腥味，脆弹，油脂丰富。吃多和牛就知道的了，它的是有肉香味的牛舌，不是那种没香味只有油的牛舌。它这个牛排漂亮，这也太漂亮了吧！这纯粉，摸着都感觉嫩。吃这东西甜甜的，50块还是值的，挺好吃的，没辣味跟没咸味。超薄，2000块一片。ありがとう。します。漂亮！哇，这直接就换了个烤盘，太牛了，还好好吃。哇，这个太屌了，而且不腻是吧？一点都不油腻啊！这顶太顶了，秒杀那家董根跟那些有点腻，这个是一点油都没有。はい。6 seconds inside. 6 seconds. And freeze by 2 minutes. ありがとう。品质好的牛肉随便乱烤都好吃。家肉太顶了，嫩到都翻不过来。他家这肉真的比那些什么多跟那些便宜的顶3天。尝一尝这个肉，这肉好不好吃？但是它的肉特别瘦，是吧？就不酿，没有油。它这个肉跟那个朵根的完全不一样，这个直接就是吃瘦肉，但是也有油脂，太屌了，无敌这家。感觉是差不多到顶了吧？这家真的太屌了，入口即化，超嫩，而且一点油脂都没有，吃像瘦肉可以了。真的吃不了和牛的，直接来这家。这家是入口都不酿，吃的也不酿，太屌了！尝一块不蘸鸡蛋的，你拿你的肉吃。尝一块不蘸鸡蛋的是什么味道？我发现需要鸡蛋，鸡蛋就更没有油。不蘸鸡蛋有一点点油，蛮好吃的。这个肉便宜的肉好不好吃？1000多一份，还是蘸鸡蛋好，鸡蛋解腻。他家的肉好吃，跟那些完全不一样，一点都不腻，吃着像瘦肉，但也有和牛的油脂香味。这家我可以给满分。瘦肉。寿司，和牛寿司，尝一尝。太顶了，这辈子吃过最嫩的，而且不油腻，
太无敌了。以前觉得吃着油，但是吃完以后过一会儿不油的，晚上不油的就算好。现在发现是吃着不油，晚上也不油的更顶。他家的肉真的太无敌了，太嫩了，油脂太多了，而且不腻。吃过这家的话，我就觉得我之前吃的那些都太腻了，跟这个比那些都太腻了，这个是完全不腻。这家太好吃了，我又追加了。好食感先生，烤4秒就行了，我觉得啊，我反正多烤，他这肉随便烤都好吃。没事，这个他说4秒就行了，不用全熟。牛肉好，太喜欢这家店了，以后其他都不去了。哇，太嫩太香了，还不腻，最重要不腻，好几秒就行了，太爽了，太爱了。看看它汤底子里，之前英古源的还不错，牛肉鸡蛋汤，还可以，里面牛肉超嫩，金钱肚。这家感觉吃了不会饱，太奇怪了。吃多了发现它腌肉的这个酱料是有点咸甜味的，但能接受，有点偏咸甜的，太满意了这家店。再烤2块，烤得慢才说。超好吃。这牛肉牛腩入口即化，还带点油脂，太香了。他说牛肚要多烤一会儿，应该也差不多了吧，都熟了吧。尝一尝，这个不用带鸡蛋液。肚不好吃，太老太甜了。不过它的这个牛肚味道真的很醇厚，虽然有点老。它这个牛肉超级嫩，入口即化，直接把汤拌了拌，冲一把，泡饭超爽。这家太好吃了，太顶了，无敌了。我总结一下，他家味道真的到顶了，以后不去别家吃了。这么多才2万日元，太性价比高了。昨天的烧鸟2万5，真的冤大头。下次还会来。非要说缺点就是烧肉腌制的时候糖和盐放多了一点点，但也不是很多，能接受。其他那些烤肉是吃着的时候腻，回家不腻，但它这个是吃着的时候不腻，现在也不腻。要吃肯定就是要吃这样的，能有和牛的优点，但也不腻。像这种肯定就是最好的。现在来青山这边吃咖喱饭，刚刚那个面我直接全部浪费了，顺便直接过来吃咖喱饭吧，然后再去附近逛一逛。青山这边感觉环境太好了，前面就是 Human Made 了。我妈喜欢穿这个牌子的短袖，竹节棉的，挺舒服的，日本产的。这牌子以前买回国是能挣钱的，上海的专柜比这个贵个50%吧，至少差不多1倍，快1倍了。你们可以来日本的看看，但不一定有卖短袖，全是泰国代购，买那么多。太夸张了，店里有短袖，挺好看的，面料超，挺舒服的。现在泰国居然也有代购过来扫货了，国内现在没有了，因为国内现在有店，而且我看了一下，差价就100-200块了，没多少了差价。逛完这个店就可以来吃咖喱饭了，旁边还有几个买手店吧，那些东西现在都不是很火了。到了，不知道开着门没有？就在这儿了吧？哇，这还在排着队。这个店有点夸张的，怎么下午2点还排队？这里还有人排队，这2排队。可能今天星期六吧，很多人起得晚。你们要来吃最好不要星期六来，排的有点慢。你们来之前看看这个，看营业情况，别白跑。它这个大概是鸡肉的是1300，猪肉的是1600，还有个芝士蛋的吧。可以选番茄的和菠菜的，菠菜的我还没吃过。它这里是现炒的，不是说直接炖好一大锅直接给你吃，从生鸡肉开始做的。我是之前看过他做，但他不给拍。
它这个是用铁板给你现炒的鸡，从生的开始，绝对好吃，你们都可以来，直接跟之前吃过的咖喱都不一样。我这外面排了那么多了。免费的沙拉，沙拉就是用普通千岛酱拌的。看看好不好吃？就普通的生菜配点千岛酱吧，马马虎虎。它这个生菜还是多汁的，比较冰凉清爽。看着大火猛炒的，听到声音了没？可惜不给拍。我的大份菜，我妈小份菜。はい、卵。はい。ありがとう。超好吃，他们家。你们看一下，这种质地的，就是不是预制的哦，就不是那，就是现炒的。看这样质地的，这样就不是预制的，有那种，就感觉有点状的东西，它不是平的。我这个观众总结的到位。如果是咖喱块的就没有，不是咖喱块现做的就是这样的，就自己做的，也不是说现做的。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这样的咖喱，像这样吃，我妈不懂，不会怎么吃。尝一尝，番茄尝一尝。哇，有点太黑了。鸡肉，哇，有点太黑了。鸡肉，番茄酸酸的，挺好吃。这鸡肉太好吃了，嫩香，多汁。咖喱还有点辣味，超好吃。我妈说完全没有咖喱的味道，确实只有一点点，主要是番茄汁跟辣椒还有各种的味道，因为它这种真正现做的咖喱是这个味道，不是我们平时吃的那个叫什么 Coco 那种味道的，超级浓郁，这个才是真正的浓。现在有咖喱味了吧？半熟蛋、溏心蛋，超爽，他们家。太顶了，主要食材他用的就普通的，不然真的他们家我觉得也是满分的，就是那种天花板级的小吃。它的鸡挺新鲜的，吃得出汁，比昨天那些的好吃多了，而且特别多汁，很嫩是吧？老啊，决定啊，鸡吃起来是老的。就有个缺点就太少了，那味道真的好。难道其他人都把酱都蘸完了？就这个酱不咸吗？不咸，但是没有盐味吧？有辣味。对，有点辣。哇，吃着有点辣的，咖喱的辣。挺辣的。其实我觉得它的米饭不是很好吃，但是这个米饭有点就像热过的饭是吧？没有咖喱好吃。它是黄色的呀。反正可能用黄咖喱弄了一下吧，米饭。肯定是用黄咖喱。哇，刚才没拍对，视频不对，现在才对了。这才是这个质地的，这才不是预制的。你们一定要来尝一尝，真正好吃的纯正日本咖喱，不是印度咖喱。现在就对了，我天！刚才那什么运动模式太坑了，吃不了辣的别来，有点辣的，吃到后面有点辣。我今天吃感觉口味有点重，咸味倒是没有，主要是太酸了跟太辣了。相当好，挺辣的。他家的咖喱味道太好了，适合中国人，辣辣的，有点像新疆的那种炒米粉的酱汁。孜然的什么的味道的感觉。但是咖喱还是咖喱味。超好吃，可惜他这里不能点那种加肉吃得爽的版本。应该可以跟老板说少辣，因为他这个是现做的，能调整。这个浓郁的咖喱挺辣的，适合中国人口味。吃不过番茄的有一点点酸啊，太好吃了，真的。里面番茄倒是挺酸的。
挺好吃的。真正番茄都是酸的。它这个应该是番茄酱加番茄，你看有对着番茄，它不只是番茄酱。应该有新鲜番茄吗？不是。对，有新鲜番茄加那种番茄酱应该。我记得上次米比今天的好吃，今天米倒是味道一般。感觉它现在味道比以前重一点，好像。今天有点过辣过酸了，咸倒是没有咸味。喜欢吃酸的人可以来吃。吃完了，我妈没吃完，因为有点辣这个酱汁。我吃完了，挺好吃的。这不行，我再加点饭，把我妈的这个也吃了，这个吃的挺爽的。他给我直接加了一盘。我吃完了。看他家的问题啊，有点，就是这个番茄的有点太酸了，酸的有点扛不住。而且米饭跟咖喱这次有点不太融合，感觉太分离了。但是鸡肉是真的好吃，而且这咖喱的这些味道呀比较丰富，没吃过这种现炒的咖喱，可以来试一试，比那种预制的好吃太多了。就是一大锅煮好，然后每个人吃的弄一碗的那种，比那种好吃太多了。终于到东京了，现在坐 Skyline 去市区。哇，到涩谷了。就今天这个时间，只能先吃下这家烤肉。本来说烧鸟的，4点钟才有机会，现在5点完了。试试这家给不给吃。反正以前去过好几次都不给，预约不到呀。涩谷随时都有这样的车。这里有个牛角烧肉，超级油腻，就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和牛，特别腻，而且吃2块不想吃了，还有点腥骚味，牛肉一点都不香。上次我跟我们那些朋友上去吃那家，就不给吃，随便下来找一家，又贵又踩雷。日本其实不是这种你随便进去一家都好吃的，还是要精挑细选，好吃的很少。这家以前蛮好吃的，现在好像火了以后没以前好吃了。上次拍视频踩雷，超贵，还是要直走这家。就这家，目前我排第2烧肉，性价比超高。第1是那家英谷园，也是约不到不给吃，下次试试。我估计你们来吃就像我一样，5点来不用预约，应该吃个半小时1个小时直接走。确实是5点就可以吃了。价格有点出入，因为我这个价格是之前的。你们注意，第1个区域不是黑毛和牛，第2个才是。老板这些都是新鲜处理的肉，现处理现吃。环境有点差，但是还是整洁的，比较旧了，挺干净的。必须点杯水。它这个炉子是用油还是用水烤不知道，因为我一点油味都闻不到。这是啥牛肉？是不是这个牛肉好吃？味薄め。我上次点的面条太咸了，让他淡点。开始了，这一次性的哇，烧肉我只吃一次性的。免费小菜超好吃，这个。我妈尝尝这蔬菜，看着平平常常，味道不一样，挺好吃的。酱汁比较清爽，一点淡淡的原味，蔬菜都能清甜的，不错。としゃぶ焼きですね。はい、はい。这品相没话说了吧？纯粉红色，雪花。这太漂亮了，这肉。这拿着太漂亮了。你们注意一下这个生肉的嫩度，经常吃和牛的就知道，有些肉生的时候是硬的。好像翻早了一点，不过说实话，你只要肉好，随便怎么烤都好吃，根本无所谓。不过这种好肉，随便怎么烤都好吃，肉不好，你再怎么弄都不好吃。和牛太简单了，你就看是不是嫩粉色，然后这个肉嫩不嫩？9成熟吧，差不多。一口吃这个要，等一会儿你凉一会儿，我先尝一尝味道咋样？涮肉。他们家第1的招牌就是这个700一片的肉，还有那个苹果肉，入口即化，太香了。
超级嫩，太嫩了，肥肥的，入口即化，肉香味足。哎，我妈评价一下这个肉咋样？肉质非常的嫩，香不香？它的酱料拌的也还是可以的，稍微有一点点腥，我觉得。对，你不用蘸酱油了。对啊，这苹果肉，这肉真的太好了，太嫩了。他们家就是这2款超薄的，700日元一片的，最好，顶级，真的，你要吃到那种贵的店的什么夏布里昂才有那么好吃，这真的太顶飞天，真的。你吃过这个以后，啥都不会喜欢。他们家就直接大火烤个几秒钟就能吃了。这个苹果丝卷起来吃，以前我不喜欢卷。其实你们看到用筷子夹肉的时候，也能看出来特别的嫩。苹果肉最好吃的，他们家店里。特别好吃。味道咋样？苹果的这个甜香味和这个肉卷在一块就特别好。肉嫩不嫩？肉挺嫩的，而且不油腻。就这个太好吃。就觉得有点吃不掉。这是啥牛肩肉是吗？还是啥？也搞不清楚是啥了，反正回去给你们翻译。他们家就是火太大了。你们还可以点这个熟成的横膈膜。这叫牛肩肉吗？不知道，反正这个肉反正是啥，反正都黑毛和牛。啊，就这个肉瘦，这个横膈膜瘦，等会儿给你吃。太嫩了，就是入口即化。熟成的中洛牛小排吧，这不是黑毛牛，吃块瘦的跟嘛。它这个拌面爽，吃2口。哎，你会不会吃溏心鸡蛋还是不会？你不会？不要。这面可以，味道就是有点咸，平时我让他做淡点的，他说好。这面啊，我来尝一尝这面，这面味道很好吃，挺清爽的。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拌的，反正就是有个缺点，就是面有点深。接下来吃这个瘦肉，中洛横膈膜熟成的横膈膜，就这个横膈膜还挺好吃的，纯瘦肉，但也多汁。这个不肥吧？沙拉再搞一个，尝这个肉，这个肉要薄一点，这个肉要薄一点，全雪花的粉色的。他们家沙拉的调味超好吃，就一点淡淡的鲜味，不知道啥东西，其他烤肉店没吃过。这个肉嫩了，但是有点油是吧？还是不是？对，有点腻。但是你放心吃，这个吃完不会腻的。好吃。对，来个烤肉盖饭，超爽。就这肉就是你吃着可能吃着的时候感觉有点油，但是它的嫩度跟外面那些不太一样的东京吃的超级嫩。嫩的有点夸张的，但是真的好吃。吃着的时候会有点油，但你吃完半个小时以后完全不油，这就是好的跟差的区别。差的就是吃着的时候油，到了晚上你就油的想吐，那种就不行。他家肉猛火爆烤个几秒，翻一翻就能吃了，太爽了！这牛肉盖饭，味道绝对顶。这沙拉不错，它酱汁超好吃，然后蔬菜也就是没啥特殊的味道，但是汁水特别多，一咬就出汁，直接一个人就干完，全部吃完，超好吃，估计还没500块，你们可以来尝一尝。就5点，开门的时候来就能吃了。再来点评一下，吃着的时候挺肥的，挺就是有点油，但是吃完现在出来完全不腻。超级好吃，超级嫩，它跟普通的和牛不一样，那种柔嫩度真的只有英谷园能达到吧。反正那个东京排第2，我上次吃那个一个人2-3万，旭旭苑也达不到，反正就没这好，差得太远了。你们直接来吃，5点钟刚开门的时候全是空的，超好吃，性价比超高。刚才总共吃了11000多日元吧，500来块人民币吧，600不到，超便宜，一个人才200多块，太便宜了，而且吃的超级饱。我点了那么多主食，还点了面，你如果少点点东西，可能1万都不要。我以前一个人吃也就吃个
2个人吃少点，其实7、8千就吃得下来。我们七夕商店街又来这里了，感觉永旺的桃子没这边好呢。这边生活区的桃子又好又便宜，再多买一点拿回去吃。这就是真正本地人会吃的，会来的地方。我感觉它这些应该好吃，这些不像我们那个摊上的汉堡现做的。哦，还有大阪烧。这里没有外地人吧？应该都是日本人吧？又来这里买桃子了，感觉这个商店街的桃子比永旺的好很多。买个西瓜吃一吃试试，20块钱。你别看这西瓜丑的要死，巨甜巨好吃巨水，可以了，200块10块人民币。到大久保了，去五郎的店，去孤独的美食家第6集第2集五郎探过的早餐食堂。现在是早上7点，往这小巷子进来吧。电视剧就这里吧，这镜头。这咋找不到地方呢？不是在这儿吗？哇，是往这里下去啊，跟电视剧里不太一样。在这里，我走到另一个门了，跟电视剧有点不一样。它电视剧应该是那个门，对面那里走过来。这里全都有套餐。老板给了我个英语菜单，而且第1页写的都是五郎电视剧里点的食物。你们去之前可以看一下他开不开门。挺厉害的哦，上面那么多人来过。小菜6选1，我拿了五郎选的。今天这个有点不一样，看一下五郎一样的猪肉，看咋样。挺嫩的，姜味挺重的，没吃出猪骚味，不错。米饭真的很好吃，刚出锅的一样，还挺好吃的。姜味加五花肉油脂的香味，挺好吃的，没有猪骚味。猪肉很嫩，不错，一点都不老，好吃。看小菜，真的爱吃五花肉的直接来，相当可以，太香了。茄子也不错，一点都不咸，挺好吃的。看看明太子，哇，好辣呀！这明太子超辣，也挺好吃，微微一点点腥味，还可以。它这家挺好吃的呀，就明太子有一点点腥味，但挺辣的，还可以。尝着番茄，哇，甜甜的，超好吃，冰过的，很清爽。喜欢吃小周那种番茄拌糖的肯定喜欢，但是这个更好吃。这家店不错，要不等会我再加个亲子锦，吃一半打包回去给我妈吃。感觉这个菜会不会是四川回锅肉改良过来的？烧点这汤喝一口。这家店蛮好吃的啊，确实不错。早上干活的人吃的就都好吃，相当不错这家店。太爽了，都超大块的猪肉，超大。这个猪肉比猪排的猪肉好吃，没腥骚味。吃的有点肥牛卷的感觉，但比那个更香，因为有猪肉的油脂。看着猪肉的质地没国内的好，但是它可能运用姜运用的比较好，还把油脂的香味发挥出来了，所以吃着就不会有异味。就是吃多了有点油，因为有肥肉的。其实肉还是挺多的，要是能加半份就好了。这个猪肉味道还不错。
就有点油啊，吃不了油的人别来。把汤汁倒进来，拌一下纳豆。我拿着拌吧，先不拍了。直接冲一波，这个就不拍了啊。纳豆吃不惯，有点臭臭的，反正不难吃，但也没啥吃的必要。是这个就是一个小甜点，不错，挺好吃的。太解腻了，还放了点醋汁吧，好像比较偏果醋。是蛤蜊，但我感觉这汤一般，挺大的。吃完了，不错，蛤蜊一般，其他都很好吃。好，吃完了，出来总结一下，味道可以，猪肉挺香的，它可能是综合了点生姜的味道，所以没腥味。然后肉也挺嫩的，肥瘦搭配挺好的，切的也不错，也不是特别薄，然后也不厚。如果五花肉太厚也不好吃。它这个套餐米饭煮的也不错，就真的挺好吃的。但是那个汤不是很好喝，汤一般，可能还是要味增汤。番茄也是超好吃，鱼子的话马马虎虎吧，有点特色，能吃。推荐来这家店，不错，还可以打卡五郎同款店。我看是不是很多明星都来过这家店。其实你这一份吃下去的话，不能再多吃肉了，不然会腻的。如果你完全吃不了肥肉，那你别来。但如果能吃一点的话，真的挺香的，还是不错的。这家店要不是那么远的话，还会想再来。哇，走是走这条小路，我刚才没找到，往这条去那个地铁站。回去了。现在去鸟酱的分店，看看到底咋样。鸟酱预约有一点难度吧。但它分店还是比较好约的，看看到底咋样，是不是骗人的？今天吃那炸猪排就骗人的。这些店其实我觉得不用了解他们到底是有啥更有用，因为有时候你带着这种了解的思维会有情感，而且会有共情，反而难吃的东西你尝不出来，直接先吃，好吃再去了解。不好吃都没必要了解，真的。他吹牛画饼的东西，我需要去了解吗？麻布这边应该算富人区吧，富人区的烧鸟店，好像看到了，是不是对面那里那个小楼房亮着灯的？应该就这儿吧？哎，是不是这里？我发现他们这个都是喜欢中间还放一排菜，跟上次那家店也是一样的道理。是鸡胸肉吧，应该。鸡胸肉尝一尝，还有个什么酱的？这鸡胸肉虽然是全熟，但也不算老，挺香的，还不错，也没有必要纠结生的。上面这个就是葱做的酱，还可以。下面这块鸡肉跟上面不一样，下面这块特别弹，有点像鸡腿还是鸡胸。我发现这个大酱不太用扇子。まずラッキーミでございます。胸肉。ラッキー胸肉でこの前だ。鸡腿吧，就是鸡生蚝吧，有点像，尝一尝，是不是有点暗？鸡生蚝应该是鸡胸上的肉。
汁水比较多，一点鸡皮的香味，还行吗？马马虎虎是吧？但是其实我觉得有点老，马马虎虎的。刚刚那个鸡腿还没上次那家烤的好是吧？上次那家鸡腿比这个香。它这个鸡肉都刷油的，所以我吃着的时候感觉有点油。我发现它这个没有扇子，它这个没扇子，行。はい、ありがとう。鸡脖肉，还可以蘸点辣椒，哎，我都不喜欢蘸，吃原味。马马虎虎嘛，香还是香的，但是肉质不够弹，还是有点老，一般般吧。搞点辣椒面。啊，这是花椒吧，旁边是辣椒。后面有个扇子，但它从来没用过。哎，那个鸡胗吧，应该是。鸡胗，皮酱一般吧，感觉。尝一尝。鸡胗还不错，厚的，没腥味，汁水多。搞点辣椒还行，鸡胗还行。它这鸡胗是半生不熟的，但没啥异味。萝卜，有点咸中间。这萝卜没前2天的好吃吧？萝卜有点粗，而且不够甜是吧？中间这个酱油太多了。こちら甘中唐辛子でございます。青椒吧，看有啥区别？青椒嫩到嫩，而且厚，还可以。辣不辣？有点辣，哎，不辣。青椒吃的有点像豆子，汁水蛮多的，还可以吧，有点油好像。感觉肚子有点不舒服，是不是中午吃那个猪排吃的？辛みです。お腹の。卡拉米，这是啥？掌中宝吗？这个有点老烤的，一般般吧。酱汁还有点甜，脆弹还是脆弹，就是有点老，有点甜，一般吧，但没腥味啊都。感觉他们家属于挑不出什么毛病，但是味道太中规中矩了。他家食材可以有很多种的土鸡，但是就是火候一般。メンチカツでございます。还有一个，这是啥？炸鸡吗？下面这个是个葱的。哦，不是葱。下面这个有点苦，感觉跟他们吃有点油。中间好像是搞了点芝士。肉啊，味道一般吧。上午时候烧点往里垫。不是，我发现他们家鸡肉不香了。这道菜完全没吃懂，太一般了，真的。感觉他家鸡肉鸡香味有点少，但是没有腥味。鸡翅膀有点都像烤糊的这种。でございます。熱いのでお気をつけください。山椒オイルを仕上げに塗っております。哎，这个。他们家的鸡我感觉有点油，我还是喜欢吃他们那种不刷油的烤法。尝一尝吧，感觉太油了，有一点点鸡香味，中间肉太老了，太一般了。这
鸡翅味道太一般了，中间肉还老，真的是没啥香味，而且没味道。草莓可乐都没有，我才想起来那个世宗那家的可乐挺好喝的，好像是他自制的，柴柴的，在里面有点老，一般般吧，芥末有点辣，感觉马马虎虎他家烧鸟。看着太干了吧，尝一尝。看着干，吃着也干，还有股，而且咸，不好吃，比那个头里有西差远了，感觉还有灰在上面吧。终于吃到最后了，哎，鸟酱的招牌是啥？我现在赶快查查，我都没去看。こちらぼんじりでございます。哎，这是啥？掌中宝还是啥？还是鸡屁股？鸡屁股，哎，反正跟国内烧烤差不多，不像那种日本匠人烧烤。加钱这些烤串吧。タンドリーチキンバーガーでございます。这汉堡，尝看汉堡，这汉堡太一般了。鸡肉丸，こちらスコネでございます。还好吃，那啥鸡肉丸嘛，这鸡肉丸还不错，挺甜的，而且汁水超多，这还可以，就没盐味。那个，还带就对。哦，它跟烧鸟研究团的是一种做法，是烧鸟研究团也这样。提灯看一下，应该不烫。提灯一般吧，没腥味，跟那个烧鸟研究所的比不了。下面那个干蛋还是啥，还烤的有点老，跟前几天的烤的水平差不多。刚才吃的鸡胸肉太老了，不好吃，这味道一般吧。猪腿肉，这还要追加吗？不用追加。鸡皮都烤糊了，水平不行。鸡肝尝一下，这鸡肝水平还可以，没腥味，而且里面都烤得很嫩。鸡肝烤的还行，一个鸡肝瞬间把它从一般又拉到高手了。亲子饭，尝一尝亲子饭，跟大阪那家店。这个是偏甜口味的，刚才吃鸡蛋挺嫩的，但一般，缺点烟火气，还可以吧，一般。ラーメンでございます。妈的面，尝一口刀吧。这面味道太一般了。シャーベットです。葡萄是吧？这葡萄太一般了，还是酸的。我之前点了个盒饭，我都忘了，早知道不点了。这个有点坑。吃完了，总共4万日元，一个人1000吧。也不是很贵，还有便当啥的，他要收服务费。好像踩雷的菜没有一道难吃吧，就感觉普普通通。鸡肝烤的还不错，有点水平，其他东西就普通，来不来无所谓，来了也不会踩雷。但是一个人1000块的话，性价比真的挺高的，不管服务环境，如果你们请客的话可以考虑。如果说追求味道的话，一般般吧。我觉得一般的点主要是鸡香味少，火候一般，腥味倒是绝对没有这家店。这鸡肉饭是长这样的，尝一尝。这咖喱味的味道就是屎。哦，三谷在哪？找都找不到呀。料理でございます。利尻の塩水煮とハマグリのスープでございます。
ます。This is sea urchin. Sea urchin and clam soup. Please use this crab clam soup. 也不知道是啥冰的一个汤吧，还是啥？蛤蜊汤还是啥冰的？蛤蜊海胆冰的汤，有点难吃，但又有点好吃，不确定。里面是海胆。这种咸的冰的汤有点奇怪，但是不难吃好像。海胆品质还行吧，好像都是金色的，没有黑的。这菜给我吃懵了，不确定好不好，好像好。This is hairy crab. Japanese name kani. 螃蟹汤，螃蟹。刚才是海胆。这场发现我左右都是日本人，好像没有中国。螃蟹尝一下，马马虎虎普通吧，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臭臭的，我不太确定。就一般的松叶蟹吧，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普普通通，不确定有没有异味，但是鲜甜味肯定没有。旁边的兄弟看着漫画吃寿司，挺有品味的，拿个 iPad。现在在做煎鱼刺身。カツオです。ボニート。但他们切的没那么厚。尝一尝这个到底咋？这个是热的，腥味没有，软软的，没有盐味，啥味道没有。这边是烤过的，挺香的。这鱼肉嫩嫩的，但是没啥盐味道，还可以吧，至少没腥味，没腥味啊这个。鱼肉比较肥，还可以这种，但是没味道。やってみようかなと思ってなんかやってみたんだけど最後答えが出なくていくらだったら最後俺買うの答えじゃあなんか絶対似たようなの違うバージョンでしょ这家店应该不是雷，吃着还行吧，但是也没啥突出的刚才。那鱼倒挺肥的，咋说呢？反正就是卡在经验跟普通之间。This is deep fried scallop. Scallop. Japanese name ホタテ。Scallop. Scallop. ホタテ。ありがとう。Japanese name カラスミ。カラスミ。カラスミ。啊，ありがとう。扇贝，卡拉斯米是啥？尝一尝这扇贝。这扇贝很新鲜，可以，但带点酸味，这个汁有点没熬懂。这是啥？好像要吃一口这个卡拉斯米是啥？这东西吃不懂，有点腥腥的，是啥东西吃不懂？这个还可以，食材好，调味一般，太新鲜太厚了。这个扇贝，鱼子好像是，这鱼子不行，有点腥味。目前来说，这家不是雷，因为每一道菜基本都没腥味。在没腥味的前提下，发挥出来食材该有的特点，这就过了及格线了。只是说发挥的不够优秀。刚刚那个扇贝还可以。提前透露一下，吃完整个套餐，发挥真的还可以，而且这是在夏天超热的时候，推荐你们来吃。他那个师傅店3股，我感觉能达到我频道满分的水平，也有可能。如果是跟这个差不多，那就不行。如果比这个强，那可能。and sea urchin rice。哎呦，这要拌一下吃吗？这是啥？听不懂还。有可能是鲍鱼加海胆拌饭。米饭。这是啥？
米饭也静静的，这炒肉。横に添えてありますのが肝のソースでございます。少しつけて鲍鱼，鲍鱼干酱做的没有那个寿司再好。串食材应该是高级的，但是做法太一般了，微微的腥味，然后鲍鱼还是弹的，就是也算嫩的，是野生的应该，但是没啥优点夸的。3个一起吃味道会好一点点吧。感觉这店就是挣钱的，你要说雷也不算雷，但也没啥亮点，就是精密计算吧。你要说它难吃，它也不难吃，但是好吃也没啥优点，食材也不算顶，手法也一般。但是吃完我觉得可能比那个老爷爷的店上次吃的金牌可能性价比要高一点，因为那个老爷爷的店也不太惊艳，而且还要6万5，那这个3万9的话感觉就更性价比高了。还有上次那个萨凯，他寿司地方挺惊艳的，但是前面9肴都是雷。This is rice cracker. Please put on the middle.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是说啥鲜贝吗？金枪鱼泥吧，炸的饼还可以，金枪鱼泥及格吧，品质不错。咖啡色的不知道是啥。酢飯が余ってしまうので。他烤的这个饼还挺香的。金枪鱼泥这道菜肯定不会出错。香，马马虎虎的太酸了。刺身肉跟乌贼还不错。白化です。スクイート。乌贼，上次那个老爷爷家的招牌菜，黏黏的、奶奶的，食材挺顶的，还可以，没腥味，反正。そうですね、イカもはい、食べます。はい。刚刚那道菜就是不是那老爷爷的招牌菜吗？上次那个老爷爷招牌菜，感觉也差不多吧，就搞了点柠檬啥的。我一直觉得那个老爷爷的调味不牛逼，因为用的都是基础调味，一猜就能尝出来是啥，要尝不出来的才牛。石鱼吧还是啥？也有可能是大竹夹鱼，这个我也不太知道。油油奶奶的还是可以的。哎呀，我估计他就是进货直到顶吧，他毕竟有那个。他这夏天能做到这水平已经很顶了，你们可以冬天来试试。现在弄吃生肉吧，应该。レッドツナ、マグロです。赤身。金枪鱼，吃生肉，看着一般般，尝一尝。金枪鱼品质不错，肉肉嫩嫩的，很嫩。虽然是吃生肉，也很嫩，很柔嫩，可以的。而且吃生肉的部分极致没腥味，过了及格线。因为吃生肉有点可能有腥味。そうです。ホールスタッフの方は、まあ、その人材会社、はい、親方スカウトが得意で、はい、4、5人いますかね。はい。
丁香鱼大腹，稍微炙烤过一下，好像完全把奶跟油脂都释放出来了。顶着这个大腹很顶，配了一杯茶解腻了。它的这个大腹非常惊艳，它这个应该不是普通的炙烤，这家店的特色从前面那道菜就能看出来，它的烤的水平特别高，虽然烤过，但是100%保留了刺身的口感，这个很难。我估计三谷本店把这个运用的炉火纯青更牛逼。本当ですか？今ちょっとスピークっていうアプリ年間3万くらい。上面在说用 ChatGPT 学英语特别方便，让他试试。はい。年間3000月間3000なんで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うですね。AI で結構フリートークとか今結構 CM もやってますね。はい。这个鳗鱼饭这很新的。あ、そうですね。はい。発音。いやでもね、それやるじゃん。でそうするとさ、あれなんか今後ではい、一応お願いします。合ってるとか。This is sardine. Japanese イワシ。それもすごい重要じゃん。花子。イワシ。Japanese sardine。有知道这个是什么的观众来说一下吧。是小鸡吗？还可以酸酸的，带点海的味道，没腥味，鱼挺柔嫩的。我感觉他们シャリと馴染まないので少し包丁を入れてます。看这些都是处理。它这些不是直接吃生的。はい。時間ですか？12時からはいやっております。まあちょっと急げば1時には出れる。そうですね。はい。まあお客様の時間に合わせてやら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ので。ハマグリです。クラム、ハマグリ。它这个特别散，海螺是脆脆甜甜的，挺好的。这种店的食材是真可以，鳗鱼还是只能吃寿司店的鳗鱼，质量会比鳗鱼店的好很多。アナゴシー。This is very hot. Be careful. 这比鳗鱼店的鳗鱼好吃多了，超烫，入口即化。我是喜欢吃这种烫的鳗鱼，有点腥味的，而且新鲜。かんぴょうとお揚げになりございます。今から頼めるんですか？大丈夫です。はい。はい。
金枪鱼中腹手卷。ただ行ってきたんだよねって言えないからさ、言わないようにしなきゃいけない。席を入って入れるからですね。でも、毎回も冬だよね。2月ぐらいじゃない。いや、4とかは絶対ない。値段半分です。はい。でもまあすみません。いろいろと例えば30万が10万になったところで10万。クリスチャン料の大人のやつは今最低50万。子供服でも最低10万。This is medium fatty など中トロ。はい，中腹金枪鱼卷。奶奶的梅心味挺好吃的。あ、そうだね。はい。ジャパニーズエッグ。蛋和后蛋熟，蛮好吃的，有很香。出るってなってるから。这是吃豆腐包寿司。かんぴょうとつける。This is Japanese かんぴょう。有可能是豆腐卷寿司包牛蒡。豆腐寿司。甜甜的，还蛮好吃的。里面好像是牛蒡吧，甜的，外面这油豆腐挺好吃的。減らしたらブラウン。はい。インクルーディングビート。種がビートですね。ありがとう。腌梅子挺有特色的，好像是他们家招牌菜。这个东西太顶了，太顶了。这确实不错。总结一下，买了一个便当带回去。总结一下，味道还可以，就是前面那些酒料马马虎虎，但不差，没有腥味，只是没激发出食材本来的东西。他家的供货商绝对牛，他食材可以的，寿司每一个都不错，还行，就这家店可以。哦，这桃子踩坑了，今天买的就不行，不能买这个太大的，那一天买太大的超好吃，你就去永旺买那种小的比较稳，只是没那天买那个大的惊艳。我这个没踩雷，我妈那个踩雷了，这个甜，超甜也超水，只是没那么顶级的嫩。先来买个吐司仙人的面包吃一吃。这两个有啥区别？一个不甜，一个甜。就这个才30块钱，比上海便宜了，上海要100，
尝一尝，尝一尝这个生吐司，挺好吃的，面包有筋力，推荐你们来买，不错，真的不错。现在来吃满吉师傅的店，上海满吉拉面，听制面还是叫啥听面屋吧。哇，我对它的味道真的是一言难尽，而且它好像挺搞笑的。他没获过米其林，好像把他师傅的米其林拿来放在店里用，特别奇怪。上次去吃他那个馄饨面还不错。上次我是抱着他不会做饭，他师傅也不会做饭的心态来的，谁知道他师傅水平还可以，而且一点都不咸。但我这次去我还是先交代，让他那个阿基乌斯梅就直接这样说就行了。哎，他这个拉面店不就在这烤肉店旁边吗？就我现在觉得最好吃的烤肉店，不就在前面直走那里吗？是这儿吗？已经开始排队了吗？应该就这个吧。台湾的还有，感觉环境不是很好，卫生还可以，就旧的。它这些馄饨看着像半成品，也不知道是店里包的还是外面包来送的。这个店能看出来都是打工的干的，老板应该不在店里。有点旧。看着旧旧的，但环境挺干净，还不错，还不用排队，挺好的。但不用排队有点危险，不知道好不好吃。这个箱子上面写的是煮鱼干，说明汤应该是店里现熬的吧？这个我当然不确定了。虾肉馄饨面，肉给它先热一下，先尝面，面挺漂亮的，感觉就挺漂亮的。这个应该是肉的馄饨，旁边还有虾的，先尝个肉的。它这个肉姜有点放太多了，比较一般。吃的有点像饺子馅，姜有点多，而且这些馅儿都比较咸，日本吃过都咸。尝虾的馄饨，虾也不错，有点像香港那个虾饺，基本就是香港的虾饺。感觉这面微微有点咸，如果我没说少盐的话，可能更咸。馄饨咸。汤面不咸，我在想那馄饨不会是工厂里面预制的吧？吃块这个肉，肉就是一个熏肉，做的没啥技术含量，马马虎虎吧。尝块菠菜，感觉这面味道比较单一，层次感不丰富，只能说马马虎虎。这个蔬菜还可以，有点苦，微苦。叉烧马马虎虎，就是个腊肉。它虽然叉烧腊肉锅，但是有一点点猪味，但还不到骚味的情况。面我觉得有点半预制，汤应该是现熬的，这些浇头是有点半预制，因为它有2、3个分店，味道比较普通，不够丰富，比其他那几家差的远，但是也不难吃，味道还行。国内好像也吃不到这样的。
面反正不硬也不软，也没啥面香味，中规中矩，整体就比较中规中矩。肉馅姜味太重了，感觉就有点像包子馅，比较像，不是饺子馅，包子馅。这虾肉会不会用的是香港的云吞啊？说真的，我有点吃不完了，喝点汤吧。汤马马虎虎吧，但没啥喝的欲望。汤喝着有海鲜味挺重的，但这个海鲜味有点不太像熬的，也不确定。吃到这儿差不多了，真的不想吃了。哎，满值的 logo 是这个，水源制面。啊，这不行，这家店开成连锁店不太行。确实不好吃，你看排队的人都没有，只能说刚刚坐满。总结一下，难吃倒是不算难吃，但是谈不上好吃，半预制的吧，应该是。反正从浇头来说太咸了，应该是提前做好挺久的吧，然后每个门店配送的那种，它不是店里预制的，店里预制的能接受。太一般了，真的。之前吃感觉好像比现在还好一点，现在店越开越多，越来越不行。反正不会来第二次，这不太建议来。特别那2个肉的饺子超级腻，吃着就挺痛苦的。本来我觉得他师傅做的还算可以啊，不过说实话，他做的比那个满级还是好很多。至少不难吃，味道中规中矩吧，填饱肚子的，专门来肯定不行。到面包仙人的面包店了，买点面包。来慕黑吃个盒饭快餐啊，主要其他店好多都关门了，星期天大部分都关门。我感觉可能这样的便宜的炸猪排还不容易踩雷，贵的那炸猪排太容易踩雷了。是不是就是亮着灯的那里？这路还有点不好找。是哪个？好像是旁边这个吧？不对，应该是这个。是这个。慕黑那里。就这里还有股烧鸟的香味。海南这里。但是感觉店里有点味道不太好闻，是吧？いらっしゃい。越弄越多。希望好吃吧。开始炸了。他家这股油耗味儿，我闻着有点难受，不知道怎么吃着会不会好一点。这冰的茶味道还行，配的3种盐，这还有盐，我都不吃了。就普普通通，看着像快餐了。是炸酱，对，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这个分量还可以啊，挺大的，过后也还可以。普普通通的炸猪排，尝一口。肉一般吧，不太好吃，太老了。还是应该要鸡肉的。看来我妈的虾。
算还不错。它这面皮挺厚的，猪肉味道一般，没骚味，但是也没鲜味，而且太老了，还是福冈那家好吃。东京这里的猪都可以用的咬成丝的那种。兔兔汤，汤有点咸，味道还行，还是猪倒是没猪骚味，就是太柴了，感觉只能吃那种。你看这个猪肉咬了都可以拉丝的，这虾味道还不错，也没啥腥味，挺新鲜的，我都不蘸酱，倒点醋吃。它这菜的品质就一般，如果来点虾跟鸡，我觉得可能还不错。猪的话，真的他们这边的猪都不太行，这家没有骚味，但是太柴了，不好吃，我觉得。虾挺不错的，弹得很，虾比较好吃。这种猪排这种东西不能轻易吃，真的。算了，我搞一点酱吧。搞点酱吧，不然的话汁水还是多的，就太老了。上海那些猪排虽然薄，但是比这都好吃，因为它不柴，而且炸的入味了，这都中间没味道。反正我妈是只能吃一点的。你看他们这些肉都是拉丝的，挺奇怪的，反正腥味倒是真的没有这家。只能搞点酱汁吃，其实味道还行，就是瘦肉太瘦了。搞点菜吧，这是这样拍出来还是漂亮的。差不多了，吃完了。这咸菜不知道是啥，吃不习惯，太咸了。味噌汤里面有点鸡肉，微微有点咸吧，不是很咸，还行吧，就是个酱汤。吃完了，反正味道一般吧，一点都不难吃，马马虎虎吧，没啥特点，也不贵。这家店总结一下吧，那猪排太瘦了，而且肉是拉丝的。其实我上次在赤坂拍的那个视频的猪排饭也是这个问题，当时我还是给了他2颗星，其实不该给的，因为这种肉质其实不及格。反正不难吃，没有腥味，没有骚味，店里面有点不是很好闻那个油味，但是吃的菜里面没有体现出来，菜倒是味道很正常。你说如果在家楼下能吃下的水平吧，专门跑不太值得。虾还行，刚过及格线，也不是冻虾，肉比较残，刚勉强算鲜吧。它外面皮做的稍微有点厚，但味道还不错，做的那个皮味道还不错。这家店就中规中矩吧，专门跑有点不值得。感觉这些店很难超过福冈那家，又便宜又好吃。这家店一定要4点过来吃，不然的话，你来晚了排队，排完队以后都卖完了，你心态会爆炸的。一定要4点来，一定要来尝尝这家烧鸟店，东京高端、日本高端烧鸟的起点吧，就它最先发明的，把普通的平民小吃做成中高端的东西，融合了法餐和猪骨善人吧，烧鸟仙人的师傅，他还是很尊敬他的。这就真正的师傅了，就是从不会教到会，从串开始，跟我们的互联网上大师就是互相拜师拜徒弟那种增加人气玩炒作的不一样，这是实打实的。判断是不是真大师就看一点，你就看他的店开的到底是啥水平。混到40-50岁，连个自己的店都没有，或者开得一塌糊涂，就靠名气割韭菜，那就没水平，就不是真大师。就在这儿了吧。
啊，不用排队，又是第一个，可以。这里说是涨价了吗？还好来得早，我旁边又来了6个女生。早いね。すぐ。哎，萝卜配着鹌鹑蛋，还有这个饺子。石川系的烧鸟就是扇子用的比较好。先说结论吧，来的话少点一点，不要点我那么多，吃的撑得要死，还有点贵。今天吃的有点退步，但再怎么也有3颗星。这种店就没外地人的，全是本地人。中国的不会来的，像这样，他们以为是连锁店，而且分不高。刚开始这几串烤的比较好，后面人多了以后有点下降，反正可能是这个师傅没集中精力，但第2天去吃的那个还可以。要用手来碰。用手来摸鸡肉串。ありがとう。お母さんどうぞ。Thank you。鸡腿肉全是汁，喜欢吃多汁的可以来他们家。这汁够多了吧？这还叫没汁？太这个，这还是真正的烧鸟。你觉得好不好吃吗？鸡肉、汁水、油脂很多很多，好吃。它这个就是传统的烧鸟。肉感丰富，里面还有点脆脆的脆骨，挺好吃的。它这个就是真正的烧鸟，不是那些鸡肉料理，你们吃过就知道了，传统正宗的。他家鹌鹑蛋一般，我就没点，不是糖心的，以前不是见不到。刚开始还不错，后面那几串内脏真的是没发挥好。酸酸的黄瓜，萝卜很清甜，不错。旁边还有人过生日喝香槟呢。他这个后面都排着很多队，他不能全部一起烤。香菇，默认放柠檬，我就不放了，不然太酸了。尝一尝，看着有点干，比第2次烤的好，不算干，只是跟福冈的比不了。香菇很香，但是汁水没那个福冈的多，但也很好吃，很肥，不用太多汁也很好吃。吃个鹌鹑蛋，我本来点的是皮蛋，他以为是这个，还是得给他看图片。鹌鹑蛋比较一般，里面不是那种溏心蛋，但也挺嫩的。你们想省钱可以不用点。鸡心，多汁吧，多油，太好吃了，一点腥味都没有，全是香味，口感超嫩。它这种传统的烧鸟的味道是那种创新菜高端的，比不了。今天好像有一点点腥味。玉米，甜脆的还可以吧，传统玉米的味道。这旗灯是要这样烤，放在这个上面烤。旗灯的烤法还不太一样。我咋感觉它跟上个视频的师傅烤的不一样？今天鸡心有点失败了，他们盐都为什么要撒在地上？
鸡胗看看会不会失败今天。上次福冈吃的那个是甜的，太屌了。感觉今天鸡胗有点失败，没福冈的好吃。今天鸡胗也不是腥味吧，吃的有点像猪肝。鸡胗今天一般，感觉水平有点下降，还是食材有点下降？会不会跟他门口贴的那个东西有关？茄子，尝一尝。茄子好像一般，我想起来了，应该不点了。茄子嫩倒是嫩，但没什么味道。搞点酱油。鸡胗，感觉品相都没以前好。这鸡胗也有点干干的，看着跟以前不一样。脆倒脆，鸡胗倒没腥味。以前的鸡胗不是这样品相的呀，好吃还可以，没腥味，很脆，但是没以前好。鸡胗烤的没第二天多汁。腿在家里你都不会，它鸡腿超好，家里反正超嫩。鸡腿反而比第二天烤的好，第二天烤的还有点纤维感，有点没这个嫩。红薯看现在咋样？它这个黄油会化掉，黄油给它化掉。但它加接地气的炭火香味，锅气不会消失。尝红薯退步了，感觉有点退步。甜倒挺甜，挺好吃。他家就不太华丽，就是味道特别传统。我发现烤这个的铁签跟这个不太一样，这是铁签，不是木头。鸡肉饭的这个鸡腿跟普通的不太一样。哇，年纪大的老顾客都来，用手来摸。这饭还要浇点醋。鸡肉饭、鸡汤，超好。鸡肉饭上鸡腿，挺香的，带点汁，好吃。辣椒有点咸，要下着饭吃，但汁水挺多的。感觉饭没以前好吃，有点咸。尝下汤吧，鸡汤还可以。蘑菇感觉没以前好，有点干，感觉有点咸，但是挺香的，汁水多，没以前好。鸡皮看着还不错，鸡皮不错，脆还带水，挺好吃的，汁水多。鸡皮吃完了，有一点点咸吧。鸡屁股挺好吃，有纸香味的。鸡肝他家最屌的，没吃过比他家屌的，尝一尝。现在还能好吃吗？不行，有一点烤老了，没以前好吃。他家食材100%下降，这鸡肝没那么嫩，不像冰淇淋口感，就像鸡肝。鸭肉以前蛮好吃的，尝一尝呗。没腥味，就是肉嘛，稍微有一点老，但还是挺香的。鸭子里面肥的还挺好吃的，鸡翅很香。刚才我帮我妈吃了一串，我妈是吃不动，太多了。涨价涨得有点离谱嘛，质量还下降。来晚就要排队了，刚刚里面还排了3、4个人，怪不得他门口贴个涨价的。涨价涨得有点离谱吧？以前最贵就吃过12000吧，还是13000，也就吃个600吧。今天居然吃了25000，差不多等于快吃了个高端菜了。有点没性价比吧，味道就是现在中规中矩，难度高的那几个完全不行，但是没腥味，只能说口感不行，香味不行，火候也不行，食材也下降了。反正这家店咋说呢，比国内的烧鸟味道好一点，国内还烤不出来，但是在日本现在不是最顶的了，
只能说中规中矩。到吉祥寺了，吃了家海鲜小馆，看着那鱼有点像新荣记的小黄鱼。往这个口出来会近一点吧。吉祥寺这边还行啊，天气终于放晴了，不错不错。哎，这店在哪儿？怎么找不到呀？是不是这个？冬天我还要来再验证一下，看看会不会提高点评价。环境就这样，这也是前100多，现在开始排队了。感觉闻着鱼有点腥味，不知道吃的到底咋样。真的跟欧洲比还是差太远，这鱼还不如欧洲那种最便宜的那个鱼。小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金鲫鱼，这性价比太高，才100块，这也才100，上海要800一条，但不知道这质量咋样。尝尝看金枪鱼泥咋样？一般鱼泥不会踩雷，看着粉粉的，挺好的，品相就不错，尝一尝。鱼泥粉色就好，深红色就不好。不错，好吃。带这个川菜的榨菜，葱味也浓。这道菜没踩雷，可以，有高级寿司店的水准。尝尝金鲫鱼，我妈说好吃，但是看着不是最新鲜的状态。很新鲜的，我觉得很新鲜。尝一尝。你蘸点这个酱特别好吃。可以，甜甜的，不是最新鲜状态，但是没腥味，可以的味道。这个嫩嫩的，说实话，它肯定不是品质最好的金鲫鱼，但这也不错了，跟上海差不多，800块一条，肥肥甜甜的，相当好吃。没腥味，我妈说蘸着酱汁更好吃，尝一尝。对，仔细吃靠鱼鳍、鱼鳞的部分还是有一点腥味，加点酱汁更甜，更好吃。一帆风神的顺德厨神说，他吃的是鱼味，外地人吃是腥味。我想说他没吃过好的，当他吃过好的鱼，那种好的鱼是什么人吃都不可能吃出腥味。当腥味没了，鲜味和鱼味才能浮现出来。这鱼肉挺细嫩的，今天运气挺好的，有金鲫鱼。反正100人民币一条的金鲫鱼，夏天能做到这种水平已经很高了。还要蘸点酱汁，酱油甜甜的，味道不错，超嫩，夹不起来，超嫩。这个是啥虾的？好像是鱼丸是吧？尝一尝。这鱼丸还可以，跟那种预制不一样，鱼味里面很浓，没腥味，好吃。比那个香港那个鲮鱼丸好吃多了。而且是自弹的。反正鲜度差一点点。这鱼反正过及格线了，但是你跟欧洲那些比还是比不了，因为它还不是最新鲜的状态，算可以的。金枪鱼泥品质还不错的，20多块钱挺值的。反正这鱼它也不是极致没腥味，有一点点吧，普通人可能吃不出来。但是鱼肉很肥，肉质很细嫩，这个价位绝对值。差不多吃完了，就这个我妈吃的比较好看。这个鱼你跟新荣记的那个小黄鱼肯定比不了，但是味道还可以吧，过得去。反正我是能吃完，如果在我家楼下，我经常过来吃也没事。这鱼泥味道也还不错，鱼泥。我妈说这个好吃，脆脆爽爽的，也不咸，而且不干，还挺水的，新鲜，确实比较清爽，一点盐味吧。汤煮的还不错，这个鱼汤也不腥，香的。尝一尝这个。如果你平时经常吃海鲜，不是那么挑剔的话，那这绝对好。鱼汤喝到后面有一点点微咸，鱼味蛮重的，腥味都没有。来晚的就要排队了，一会儿分析一下吧。总结一下，就他们家店的水平就属于
正常在国内跟日本，普通路边小店做海鲜能做到很高水平的店了。但是当你去新荣记吃过那个鱼以后，你就不会觉得这样好吃了。或者你去欧洲那些小店，就我说牛的小店，你再吃的话，对这种就是降维打击，属于能吃，就是平时爱吃鱼的人，没去过欧洲没吃过新荣记的，肯定会觉得他们家超好吃。但是如果你品味高的话，就会觉得马马虎虎，刚过及格线能吃，但是就是有点腥味，就是不是最新鲜的状态。因为我们要求最新鲜的状态必须要是早上捕捞，然后中午就到店里的这样。它这个肯定还是放了一天，可能，反正要求不一样吧。还是推荐来吃的，超便宜，金棘鱼2条，吃了2条，还点了2个小菜，总共6100日元，比那天晚上那个划算是吧？那个海鲜9000多的那个，反正性价比挺高的。爱吃鱼的可以来试试，绝对有日本特色，接地气，味道还可以吧。哦，忘记点评菜了，刚才只是说大局观，现在说下菜吧。我把菜的这个还是放到前面去。菜的话，金棘鱼就是没腥味，但是有一点点快要有腥味的感觉，肉很奶很嫩，还不错吧。蘸着酱汁吃没啥腥味，因为他选的这个烧法他自己也知道问题所在，他没有选择就是烤金棘鱼，烤的最好吃。然后还有就是我看还有啥菜啊，那个鱼丸，也不能说鱼丸吧，是叫啥？那个鱼饼的话，口感比较弹，吃着可能有点像那种工厂生产的，但感觉应该还是个品牌的。还有个金枪鱼泥做的不错，有点高级寿司店的水平了。金枪鱼泥这种东西不容易踩雷，比金枪鱼安全。我为啥没点中腹？我怕中腹踩雷，我就点的鱼泥比较安全，还可以吧。反正如果你是极致腥味，对腥味一点都不能忍受的，超级挑剔的，只能吃顶级欧洲料理跟新荣记的，那你还是不适合。但你经常吃海鲜的人能接受的，绝对觉得屌这家店。差不多，顺便尝一尝吧。这玩意儿还要排队啊，吃的人倒蛮多的，价格也不贵。价格在这儿。哇，这过了3年以后来不太划算，我就过了几分钟，一人必须点1杯水1片蛋糕，那根本吃不完呀，这蛋糕。说真的，它这里价格还是算便宜的，总共加起来2个人消费坐会儿喝点东西吃点蛋糕也就100块钱，也不是很贵。仪式感倒是可以，这40块1杯的水花的值。这茶没甜味，就普通的茶，没啥区别，跟免费的差不多。其实它可能是把蛋糕的甜加在水里，就是这个水就是普通，这个水就不太划算，没什么味道。尝一下蛋糕吧，切了一点，尝尝蛋糕。吃了一口，这种蛋糕比较像小时候那种蛋糕，但你要说多好吃，我也真没觉得，倒是不甜。你们可以来尝一尝，就是比 ADM 那些好吃一点，清爽一点，反正还可以吧。你们可以来尝一尝。其实这个店适合爱吃甜点的人，你点2-3块的话，性价比就高了，因为这个水其实是没性价比的，蛋糕是挺便宜的。我觉得这个蛋糕比较亚洲口味，真的像小时候的那种生日蛋糕，只是质感比较好，就是奶油跟水果用的好，面粉用的好，味道有点类似，还可以吧。我突然想起来，如果爱吃这样奶油不腻，然后没啥甜味的，安特卫普那个比利时华夫饼直接去，奶油质感吊打这个我还觉得有点腻，那个是完全不腻。亚洲的这个奶制品还是比欧洲的差得远，就算日本也差得远。
现在去吃个烤鱼的食堂，看看咋样吧。是不是一个网红的星巴克店？这鸟屋书店不上海也有分店吗？这边风景还可以哦，环境还不错。这个是吃啥的？还排队呢？有人知道吗？哦，就到这儿了，就这个。门口还有2个盒饭，门口还有2个盒饭卖，环境还不错。说实话，真的看不懂，只能靠猜。看看好不好吃？有点像国内小黄鱼冷拌的，这不知道是个啥，像个炸鱼。尝一尝，感觉像个冷掉的鱼，不难吃，但吃的有点像超市里的东西。这东西挺酸的，里面有一种酱汁味道，吃过，要不我帮你尝一尝。说实话，天妇罗吃多了，这香鱼品相太一般了。一般的点就是太湿了。这小鱼应该是头也一起吃吧。这鱼还行，没什么腥味，不用再腌，其实有点咸盐。它这鱼有一点点苦，有点像香鱼，可以，这水平可以，这才60一盘。哎，这个好像就是香鱼，好像这就是香鱼，只是小的，比天妇罗的要差一点，但味道差不多。其实它这个就是一个低配版的天妇罗的炸香鱼，但是味道也不错，挺接地气的。没腥味，有一点点苦味是对的。这个四季豆，这道菜不错，虽然达不到天妇罗的香鱼炸的好，那么新鲜，但是味道也不错，挺接地气的，而且便宜，就这一盘才60吧，好像。天日干しです。はい。で、大根おろしとわさび混ぜたものがありますので、薬味で使って一緒に召し上がってくださ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我现在不配萝卜了，就尝一个原味的。我大概就听着是新鳗要配着这个芥末萝卜吃。鳗鱼有点腥，这个鱼一般，没油脂感，这鳗鱼，然后有点腥味，是这个不太行。这个鳗鱼有点烤干了，米饭下着饭吃吧，下着饭可能好一点吧，有点像咸鱼的鳗鱼，比较干也不肥，有点腥味，不太行。味噌汤里放了点蛤蜊吧。有点咸，这蛤蜊。这个是啥鱼不知道，这是啥鱼不知道。说实话，看这个鱼的品相，一看就是冻过的鱼，新鲜倒也新鲜的，符合吃的标准的，就是口感鲜味肯定是差一点。这个鱼好像没啥腥味，马马虎虎，比那个好吃太多了。这鱼好一点吧，比刚刚那好吃一点。就这鱼还不错，有点像那个怀石料理上次吃的那个，但比那个味道好一点。这没腥味，但也不能算特别鲜，只能说还可以。这个鱼还挺肥的，这个鱼还可以，不知道是啥鱼。这个鱼皮挺好吃的，很肥。这鱼皮吃的像鸡皮一样，挺香的。这个鱼倒蛮好吃的，很肥，皮很肥，比上次那个怀石料理的好吃多了。这味噌汤味道还行，就有点咸，配着饭吃可能。蛤蜊一般般，有点沙子嘛。这个青菜还蛮好吃的，有点像雪菜，也不咸。这个青菜，这个青菜不咸，萝卜有点咸。哇，这个海带巨咸，但是没腥味。烤鸡说是走地鸡，尝一尝，这个应该不咸吧？尝一尝烤鸡啊。香还是香，香还是挺香的，这鸡就没什么盐味。这鸡有点像干香型的，香还可以吧，没啥盐味。这鸡就真的一点盐味都没有，品质还行。其实鸡香味一般，就有一点鸡皮油脂有点香味。米饭挺好吃的，就是这个鸡没啥盐味，但下的咸菜吃还行。这家店咋说呢？说不清楚。你要说难吃也不难吃，
就那个鳗鱼不是很好吃，其他东西都过得去，但味道也没啥想再来的特点。大家这个是葱啊，洋葱。这味噌汤太咸了，真的。忘说萝卜了，都被我妈吃完了，汁水挺多的，还可以，挺甜的，而且不干。感觉没吃饱，但是踩雷就踩了一个鳗鱼踩雷，其他都过得去吧。那个烤鱼蛮好吃的，油脂感挺丰富的，就是有点咸，没腥味。刚才那个鱼带皮的那个鱼挺好吃的，就是有点咸，那皮挺香的，而且瘦肉也没啥腥味。只是说你吃多欧洲的鱼的话，吃这鱼就没什么鲜味。那个鳗鱼有点懵逼吃的，干干的，油脂的香味也没有，鱼腥味还重。鳗鱼不好吃。那个鸡的话马马虎虎吧，没吃出来是走地鸡，也不香，只能说带皮的地方还行。其他那几个配菜呀、味噌汤呀太咸了，哎，反正这种店就路过随便吃一下吧，专门来感觉不太至于。